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老伴先走一步，最聪明的活法，千万要拒绝这两件事情，才能让自己活得更体面。人生在世，你永远不知道你所爱的人能够陪你走多远。张爱玲说，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那个人，却未必能够陪伴你走到散场。少来夫妻老来伴是一种福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够白头到老。有的伴侣因为病痛，又或者因为天灾人祸，而早早地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而被留在这个世间的另外一个人，他要承受着巨大的伤痛和思念，继续的生活下去。老伴走了，家变得空荡荡了，仿佛人生没有了支撑点。可是不管有多悲伤，有多么的痛苦，时间它不会为某个人而停留，已经去世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老伴去世了，只能够一边自我疗伤，一边好好的将自己的生活过好。我身边有这样两位过来人，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若老伴先走一步，一定要做到两个拒绝，晚年就会活得很体面。一、拒绝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终其一生要学会自立自强，人生之痛莫过于所爱之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子女，父母其中任何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都会非常的悲伤与痛苦，同时他们也想用更多的温柔去善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至亲。所以很多人在老伴走了以后，子女都会提出将他接到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要求，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母亲或者是父亲失去老伴的伤痛，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彼此。梁阿姨的子女也是如此，可是和子女住了没多久，梁阿姨就后悔了。我是梁阿姨，老伴在半年前就去世了。最初的时候，我一个人住在老家，儿子们不放心，便跟我商量，让我去他们身边，他们好照顾我。本来我是不太愿意的，可儿子们说，一个人住，我们怕你胡思乱想，也怕你有点啥事我们照顾不到，出了意外咋办？面对儿子的担心和关心，我没有再坚持自己住，而是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他们所在的城市。两个儿子，他们说我每个月跟半年，我觉得也行，总不能靠着一个儿子，另一个不管，这不是给家庭增加矛盾吗？一家过半年挺好的。最初的时候，大儿子给我找了个房子，离他住的地方近，我一个人住，他给我准备好吃的用的，日子过得还行。渐渐的，我发现大儿媳好像不太欢迎我，她会找借口看店忙，让我给他们洗衣做饭，每次饭菜做好了以后还得给他们送过去。自己的儿子真把我送过去也就算了，可他并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在压迫我。我只要一喊大儿子给我买点什么，大儿媳就会找借口跟儿子吵一架，还会当着我的面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为了不让他们因为我而产生矛盾，我找到了小儿子，对他说让他送我回去。可小儿子说，你回去干嘛？回去了你自己一个人不孤单呀，你在大哥那边待得不开心，你就过来我家住。好吧，既然儿子这样说，我就先不回家了，继续的在这边待着吧。实在不行，我就去小儿子家。可惜啊，小儿子家并没有成为我的避风的港湾，反而日子过得也不开心。虽然小儿媳不会当着我的面说一些什么，可是她会无视我，就跟家里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背着我的时候，小儿媳又会跟儿子闹，让小儿子送我回去。话里话外是，我有啥事怎么总找小儿子，不找老大。
看病找小儿子，买药也找小儿子，连买个衣服啥的也都是找小儿子。明明老大比较有钱，或许也是我错了吧。在我的心里，小儿子是好说话的，对父母也是比较有责任心，所以喜欢跟小儿子说，一次两次的还好，次数多的儿媳妇不平衡了。没跟他商量就把我接到家里去，一住就是半个月。因为此事他们还大吵了一架，连家里的孩子都吓着了。为此儿媳更是不待见我了。虽然我也想儿子在身边，可是为了彼此好，我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自己一个人住，不给他们添麻烦，也避免了让他们因为我而产生了家庭矛盾。况且离开了原来的城市，来到儿子家里，没有朋友，让我觉得十分的孤独。回家后，我在老家种了一些菜，养了一些鸡，而且还和周围的邻居姐姐们一起置办了跳广场舞的器材。其实仔细一想想，一个人住也挺好的。我还年轻，没到动不了的时候，在自己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日子过得比在儿子家舒服。虽然他们依然离我远，但我们可以视频聊天。想他们呢，偶尔去他们身边看看，日子也挺舒服的。他们家庭和睦了，我也开心。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也需要空间，而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人老了能自立自强，不给儿女添负担，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老伴去世以后，不要随意的搬到儿女家去住，即便是亲生的儿女，两代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起住的时间长了，一定会产生矛盾与磨合。人终其一生要学会自立自强，学会自己面对生活中的困难。2. 拒绝随便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婚姻不能将就。我是郑阿姨，今年65岁了。原配老伴在我50多岁退休后，那年就突发心梗，没有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我。我家独生女儿早已结婚生子了，而且也不需要我带娃，所以我历经了单身后的再婚、离婚、搭伙，到如今又恢复了单身的日子。我和原配的老伴是大学时的老同学，从校园的恋情走到婚姻，所以我对原配老伴很是依赖。我们家的事情大多数都是老伴在做，而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日子，以至于老伴离世后，我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的适应自己操心的日子。老伴走了3年后，身边的好姐妹劝我说，你才多大呀，还是再找一个老伴一起生活吧，否则时间长了，你一个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凄凉。我当时觉得自己有房有退休金，还有存款，女儿不啃老，每年还会给我养老钱，所以我不需要通过再婚来提升生活的质量。55岁那年，我在广场跟别人学太极拳，遇到了我再婚的对象老李。他比我大8岁，是个退休的老领导，说话斯文儒雅，居住3居室的大房子，独生儿子也已经结婚。当时我觉得我们做老年知己朋友好了，彼此相互的帮扶一下就好，不必在一起居住生活。然而老李却说，男人真爱女人，一定要以婚姻的方式来证明，死活要和我领证再婚。在老李的儿子和我女儿的见证下，我们做了婚前财产的公证，然后领证再婚了。最初的时候，老李对我非常的上心，我们每天成双成对的去广场打拳散步，一起携手去菜市场买菜购物，回家再一起做饭收拾卫生，5岁后一起品茶听曲。我们再婚1年后，老李儿子家的孩子出生了。因为老李儿媳妇娘家不在身边，他们希望我能够去帮扶一下带娃的任务。
最好能够把孩子带到幼儿园再休息。我跟老李说，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老李可以给儿子儿媳一笔钱，让他们请保姆或者是家庭育婴师，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不是亲婆婆，很多事情容易产生矛盾，对将来的相处不好。老李对这件事非常的生气，从我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后，老李就不再给我生活费，还时不时的跟我找茬吵架。以前老李从不背着我打电话发微信，可从那以后，老李不仅提出跟我分房睡觉，还整天过得神秘兮兮的。直到有天，老李下楼倒垃圾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我帮他接了才知道，原来老李早就把他的儿子家的45岁的中年保姆之间有了感情。老李回来看我拿着他的手机在看的时候，他一把抢了过去，跟我说，我已经喜欢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我们离婚吧，反正我们有婚前公证，谁也不欠谁的。我问老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帮忙带孩子吗？老李说，你既然已经跟我再婚了，你就是婆婆，你就该做好婆婆该做的事情，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可你只知道自己享受生活，而不管我儿子家的事情，那我娶你回来摆着好看呀。没有纠缠，也没有算计，很痛快就离婚了。有人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看着斯文儒雅的男人，骨子里也是大男人主义，认为女人就该做出牺牲，为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如果达不到他们的需求，他们就会再去寻找能够顺从他们的女人。经历了丧偶，又经历了再婚、离婚，我不想找了。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在回眸一刹那产生了。58岁的那年，去云南旅游的时候，遇到了同一社区的老张。老张比我大3岁，也有一个女儿，早已结婚生子了。我们结伴在云南旅行了10多天后，感情升温很快。回来后，我们就经常相互的走动。老张做好了饭发微信，我就会去他那里吃饭，然后再给他收拾一下卫生。晚上，我们相约一起在广场散步闲聊，再各回各家睡觉。这样我们相处了半年多的时间。老张跟我说，搭伙在一起过日子。我问他为啥不领证再婚？老张说，那多麻烦呐，还要公证各自的财产，还要被各自的家庭约束，不如搭伙在一起相处好，就长久的在一起相处，好合好散，各自安好。我们在一起搭伙了1年后，老张直接从我家搬走了。他说自己有了新的女朋友了，而且比他小10岁呢。那份老牛吃嫩草的自豪感，透过微信都能感觉到。我觉得自己为啥总是遇到渣男呢？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吗？我跟老李领证再婚，我出钱出力照顾他的生活，还要兼顾他的心情，总是想各种的办法来逗他开心，让他感受到有老伴的生活更好。然而，就因为我不愿意去帮他儿子带娃，不愿意付出自己的老年时光，他就移情别恋，跟小那么多的保姆住在了一起。难道不论多大的男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少年心吗？再说，跟老张搭伙在一起过日子，我又是出生活费，又付出自己的劳动，让老张居住在我的3居室大房子里，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各种好吃的，还要照顾他的血压血糖，4季衣服都准备好。为啥他还是会跟比他小那么多的女人好呢？也许这就是男人，多大的年纪，心中想的都是别的女人，守在身边永远都是糟糠。玫瑰之战里，顾念跟风声说，女人曾梦想过由一个男人来成全自己的人生。现在的我，单身的女性，
只有自己才能够成全自己。如今我是想明白了，除了原配老伴，再婚搭伙的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让他过得舒心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要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才是真正的对他好。女人到了一定的年岁，有住房有退休金，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搭伙再婚，因为男人都是一样的。女人独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多享受生活的美好，少去梦想生活里面有男人的日子，也就能够把自己的余生过得精彩好看。人生在世，如果老伴先走了，请不要自暴自弃，而是要学会更加用心地经营自己的生活。人的体面都是自己给的，不要随意的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去将就一段婚姻，同时也不要随意的搬到儿女家去住，过分的依赖儿女。保持自我独立，用心的规划自己的晚年，用热爱的姿态去拥抱生活。余生不长，老伴走了以后，怎么开心就怎么过，好好的善待自己，让自己活得精彩而又自在。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